同学们，大家好。在讲课前，我们先来思考几个问题：生活陶艺和日用陶瓷，它们是什么？是手工艺品，是工业产品，或者说是艺术品？带着这些问题，我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生活陶艺和日用陶瓷的区别和联系。在大家的常识中，手工艺品应该是手工制作的作品或是产品，工业产品是大工业环境下机械化生产的产品，艺术品是艺术家创作的艺术作品。从三个简单的认知中，我们来审视生活陶艺与日用陶瓷，我们会发现生活陶艺属于陶艺的范畴，同时具有满足人们生活使用需求的特点。因此，我们可以把生活陶艺看作是手工艺品，又可以看作是艺术品，而日用陶瓷是大批量生产的陶瓷产品，因此日用陶瓷是工业产品。带着以上我们对生活陶艺以及日用陶瓷的简单的认知，这节课我们将重点分析生活陶艺以及日用陶瓷的区别。我们先来看一下生活陶艺、日用陶瓷这两个词条都有哪些关键词。生活陶艺包含感性、手工制作、小批量、自由多变，而日用陶瓷包含理性、机械化、规模化、规范化、标准化。从两个词条中的关键词，我们可以初步感受到两者的区别。总的来说，生活陶艺与日用陶瓷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制作方法上的差异。从陶瓷艺术的范畴来谈论陶瓷的制作方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陶瓷制品产量的多少，取决于陶瓷制品是否可以进行模具化生产。我们把陶瓷的制作方法归纳出成型方法、装饰方法、烧成方法三个部分。从制作方法这一角度，可以了解到生活陶艺、日用陶瓷两者有时候可以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因此，我们不能简单的以制作方法来理解生活陶艺、日用陶瓷的区别。我们通过一些图表，可以对两者的区别形成清晰的认识。生活陶艺的成型方法主要以手工成型为主，有泥条盘做成型、捏塑成型、泥板成型、拉胚成型、硬胚成型或注浆成型。而日用陶瓷主要是依赖于模具成型来实现产品的批量生产。在产品的生产过程中，经常用到的有注浆成型、滚压成型、等浸压成型。那么从装饰工艺和方法的角度来看看两者的区别。生活陶艺用到的装饰方法主要有三大类：一是胚体装饰，二是彩绘装饰，三是釉料装饰。在生活陶艺中，胚体装饰是较为常用的装饰方法，主要有堆贴装饰、印纹装饰、刻画花装饰、肌理装饰等。而彩绘装饰则有釉下装饰和釉上装饰两大类。釉下有五彩和青花，釉上有古彩、粉彩和新彩。釉料装饰主要是通过透明釉、卤竹釉、色釉、花釉、结晶釉等进行器物的装饰。日用陶瓷的装饰方法主要有贴花装饰、模印装饰、色釉装饰三大类。其中贴花装饰主要有釉上贴花、釉下贴花等装饰工艺。
在日用陶瓷的生产中，贴花纸装饰是最为常见的一种装饰工艺方法，它能高效地满足产品批量化生产的要求。我们再从现今的窑炉设备来看两者在烧成方法上的区别。生活陶艺的烧成可以通过气窑、电窑、电气混合窑、柴窑来实现器物的烧成，而日用陶瓷的烧成主要是通过气窑、电窑、电气混合窑、滚道窑进行产品的烧成。通过对成型方法、装饰方法以及烧成方法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生活陶艺和日用陶瓷的区别。第二，从产品的审美趣味来看，生活陶艺和日用陶瓷也是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导致这一差异的存在，主要是因为两类产品形式的设计者在设计思维和设计方法上存在一定的区别。生活陶艺的设计和制作不仅要求创作者拥有产品设计的能力，而且要求他们对于泥料性能具有敏锐的感知力，对于陶瓷材料和制作工艺也有更深入的认识和研究。生活陶艺往往更加依赖于创作者、陶艺家的经验积累，并且一定程度地体现出个人的独特的艺术风格。对于器物是否能够高效的批量生产，不是创作者、陶艺家首要考虑的问题。因此，生活陶艺的审美趣味更加倾向于形式的感性特征、造型和装饰的丰富多变、材料语言的浑然天成。而日用陶瓷的设计者，我们通常会称之为产品设计师。日用陶瓷产品设计师对陶瓷材料以及常规的生产工艺必须有所掌握和了解，他们所设计出的方案可以交由生产一线的工人进行机械化操作和生产。日用陶瓷产品的设计通常遵循为好看、好用、好生产的原则，所以在设计中往往体现出简约、规范、理性等审美趣味。由此可以看出，生活陶艺、日用陶瓷产品两者在审美趣味的表达上是存在较大的差异。第三，我们从消费对象这一角度也可以看到它们存在的差异。生活陶艺是为了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审美的需求，因此它面对的消费者必定是大众中的一部分人群。这一人群往往对艺术具有一定程度的鉴赏力，或是一定程度的了解陶瓷或接触过陶瓷艺术，他们对生活美学有着特定的追求。生活中对个性化的生活陶艺也就有了一定的需求，这也是促进目前生活陶艺发展的动力之一。而日用陶瓷产品则是在设计之前必须要分析普通消费者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需求。日用陶瓷的消费者通常是普通大众，因此产品的设计和生产是以满足某一区域或具有平均经济消费能力、平均社会审美能力的消费者为目标，从而达到受众面广、销量大的目的。从以上这三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生活陶艺和日用陶瓷产品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审美观念和趣味也在发生着变化。生活陶艺的创作、日用陶瓷产品的设计并不是绝对互不干涉，它们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密切。正所谓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总的来说，生活陶艺与日用陶瓷的联系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他们的创作或设计都是基于陶瓷设计的方法和规律的基础之上，进行着器物、样式和功能的设计。第二，两者都是为人们的生活需求服务的，器物的实用性是共同的目标。第三，利用陶瓷产品是在传统生活陶艺的基础上，伴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社会需求的增加、科技进步而必然发展的结果。第四，从产品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关系来看，生活陶艺部分属于日用陶瓷的范畴，是产业陶瓷的补充，为我们的日常生活提供更加丰富多样的选择。